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惊人的秘密，一个能让你的愿望实现速度提高1000倍的神奇方法。听起来不可思议？别着急，让我慢慢道来。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在我们开始之前，请你在评论区分享一个你希望改变的习惯，以及你将如何运用心理排练来实现这个改变。你的经历可能会激励他人踏上自我提升的旅程。你有没有听说过安慰剂效应？就是那种医生给病人吃了糖丸或注射生理盐水，病人却真的感觉好转的现象。这听起来简直像魔法一样，对吧？但这可不是什么障眼法，而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就藏在我们神奇的大脑里。我们的大脑有一种惊人的能力，它可以指挥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生产出与我们以为自己正在服用的药物完全相同的化学物质。想象一下，你的大脑就像一个超级药房，只要你相信，它就能为你配出任何你需要的药。但这还不是最神奇的部分。最新的表观遗传学研究告诉我们，我们的基因就像圣诞树上的彩灯，不断地开开关关，对环境做出反应。这些基因的表达决定了我们身体的结构和功能，甚至决定了生命本身的表现。听起来很复杂，别担心，让我用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想象你的基因就是一本巨大的食谱书，而你的思想和情绪就是厨师。如果厨师每天都做同样的菜，那么食谱书中的其他菜谱就永远不会被尝试。同样，如果我们每天都用同样的方式思考，表现出同样的行为，经历同样的情绪，那么同样的基因就会一直被激活，而其他基因则会被抑制。更糟糕的是，压力荷尔蒙就像是一个坏脾气的餐厅经理，他会进一步关闭一些重要的菜谱，也就是下调某些基因，这可能导致疾病的发生。听起来有点可怕，对吧？但别担心，好消息马上就来了。如果环境是基因的信号发射器，而情绪是经历的最终产物，那么每天生活在同样的情绪状态中，就会发出同样的基因表达信号，导致一种预设的基因命运。但是，这里有一个惊人的转折，我们可以提前向基因发出信号，超越环境的限制。怎么做到呢？秘诀就在于拥抱那些高尚的情绪，将它们与清晰的意图结合，并完全活在当下。听起来很玄乎，其实一点也不。因为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并不区分外部和内部的经历。当我们在内心体验某种强烈的情绪时，我们的身体就会发出信号，产生与这种情绪体验相匹配的化学物质或激素。想象一下，你正在内心经历一次美妙的旅行，你感受到阳光的温暖，海风的清新，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感激。这时，你的身体就会开始产生与这种愉快经历相对应的化学物质。而且，你感受到的情绪越强烈，你就会越关注脑海中的那个想法或画面，这就创造了一个长期记忆。这个记忆就像是一个神奇的开关，它会关闭导致疾病的基因，打开促进健康的基因。这样，你的身体就开始生产新的蛋白质、激素和化学物质，影响身体的其他系统。虽然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但证据表明，急性疾病可以通过现代医学有效治疗，而慢性疾病则需要生活方式的改变。那么，
如何开始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呢？答案就是审视你的生活方式，你做出的选择，以及你管理情绪的方式。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受这个过程，但健康和幸福可以像疾病一样具有传染性。一旦人们开始突破并接受这种思维方式，效果就会扩散，导致社区中更大规模的变化。在我进行的8500次脑部扫描中，我发现我们在超越自我时处于最佳状态，这才是真正的工作所在。医生们亲眼目睹了人们管理情绪、思想并做出更好选择的影响。他们正在取得巨大进步，不再陷入自我破坏的模式。许多医生已经成为我的同事，他们赞扬我所做的工作，说它让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容易。有时，药物并不一定能治愈疾病，但它可以帮助人们保持一定的生活质量或健康状况。然而，神经系统有潜力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药剂师。怎么做到的？通过改变我们的思维和感受，我们的思想和情绪可以制造出与我们服用的任何药物相当的化学物质。我对安慰剂效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促使我写了我的书《安慰剂》。看到人们服用糖丸、注射生理盐水，甚至接受假手术或治疗，仍然相信他们正在接受实际的物质或治疗，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一定比例的人可以通过思想编程他们的自主神经系统，制造出与他们认为正在服用的物质完全相同的化学物质。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是惰性的安慰剂在进行治疗，还是身体通过单凭思想的本能治愈能力在起作用？那颗药丸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的象征，是希望的代表。医生说，这是一种能帮助治疗抑郁的新药，病人开始思考他们可能会好转的想法。他们在量子场中选择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突然间，一定比例的人变得热情和有灵感。他们开始改变情绪状态，将清晰的意图与高尚的情绪结合起来，改变他们的存在状态。当我们相信我们配得上接受时，宇宙就会给予。当我们处于生存模式、分离和匮乏状态时，我们在强迫和控制结果，我们是物质试图改变物质。任何事情发生都需要时间，因为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三维现实，而三维现实中的一切都需要时间。然而，当我们重新出发，拥有一个连贯的大脑和一个连贯的心，并拥有那种 5G WiFi 信号时，经历就会来到我们身边，我们会吸引事件到我们身边。所以，我们花大量时间在情感上与我们的未来建立联系。我的一些同事研究了催产素水平，这种水平在我们处于关系的蜜月期或当雌性哺乳动物与其后代建立联系时会增加。我们可以仅仅通过改变我们的思想和情绪来制造自己的化学物质药房。安慰剂效应证明，我们身体的自然治愈能力是巨大的，这一切都与我们的存在状态有关。当我们处于正确的状态时，宇宙就会给予。这不是物质试图改变物质，而是重新出发和连贯的大脑创造。这是关于相信我们配得上接受，并在情感上与我们的未来建立联系。心灵的力量是无限的，我们有能力以我们从未想过的方式治愈自己。我们经常陷入日复一日的琐事中，忘记了对我们真正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与你的未来建立联系并爱上它是如此重要，就像你会爱上某个人一样。当你在情感上依恋你的未来时，没有人、环境或事物能把你从中移除。那么，
与你的未来建立联系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与你想为自己创造的生活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它是关于对你未来的愿景，这个愿景能激励和激励你采取行动。当你与你的未来建立联系时，你会变得更有韧性，更能应对可能出现的挑战和挫折。如果你在白天失去了优雅，下一个你应该问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导致你与对未来的爱断开了连接？然后，你可以在脑海中排练如何在未来克服同样的情况。通过这样做，你变得配得上爱。这不再是责怪某个人或事件，而是关于做一切必要的事情来保持在你未来的情绪中。你的身体在情感上与那个未来保持一致，所以做一些能帮助你保持那种情感一致性的事情是很重要的。冥想是达到情感一致性的好方法，但真正的挑战是在你不冥想的时候保持那种情绪状态。这就是真正的工作开始的地方。你需要睁开眼睛，在生活的开始就在场，保持在那个地方，知道你的未来将会发生。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激活你的心脏，深呼吸，这样你的身体才会感到足够安全来创造。一旦你做到这一点，你就会开始获得一些真正好的想法。你会看到你从未想过会看到的东西，你会感受到你从未想过会感受到的东西。你在脑海中创造的图像和想法是强大的，它们在你的身体里产生化学物质，让你感觉以某种方式。通过专注于积极的想法和对未来的图像，你正在产生让你感觉良好的化学物质。你在事情发生之前就给了你的身体一种对未来的品尝，这帮助你对那个未来感到更加熟悉。1940年代，耶鲁大学的一位研究人员研究了生物体周围的电磁场。他发现100%的时候，正电荷总是在头部，负电荷总是在尾部。人类也不例外。我们的每一个想法都会产生一个频率，在我们的身体里创造一种化学物质。如果我们沉迷于匮乏，我们就会产生让我们感到负面情绪的化学物质。随着时间的推移，思考和感受的循环创造了一种潜意识的存在状态。心理排练是一种可以用来塑造我们的信念并创造新的思维、行为和情感模式的工具。心理排练是在你的脑海中想象和练习一个期望的结果的过程。有2种类型的心理排练：内部心理想象和外部心理想象。内部心理想象涉及体验场景，就好像你在其中一样，而外部心理想象涉及观察你自己在场景中。研究表明，当我们进行心理排练，特别是以第一人称进行时，它会产生强烈的生物学变化。事实上，一项对从未弹过钢琴的人进行的研究发现，经过5天的心理排练后，他们大脑中的电路增长量与那些每天物理练习弹钢琴2小时、持续5天的人相同。心理排练的过程很简单，但需要专注和重复。第一步是创造一个清晰详细的期望结果的心理图像。图像越生动，排练就越有效。下一步是反复进行心理排练，专注于体验的每个方面，注意产生的情绪、想法和行为。当我们进行心理排练时，我们的大脑无法区分物理世界中发生的事情和我们头脑中发生的事情。大脑对我们的想法和感受做出反应，就好像它们是真实的经历。随着时间的推移，心理排练可以创造新的思维、行为和情感模式，塑造我们的现实。我们的大脑是令人惊叹的器官，
负责我们迄今为止的所有经历和知识的总和。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它们是我们过去的记录，存储了我们所有的记忆和经历，并塑造了我们在现在的思想和行动。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大脑也能在经历发生之前改变其电路，为创造新的神经通路和重塑自己以响应新的刺激做好准备。换句话说，大脑可以是通向未来的地图，而不仅仅是过去的记录。这种现象被称为心理排练，它被证明对我们学习和执行新技能的能力有深远的影响。例如，如果你让一群从未弹过钢琴的人在过去几天里精神排练弹奏音阶和和弦，当他们真正坐在钢琴前时，他们会以令人惊讶的准确度弹奏。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体育锻炼。如果一群男性每天花1小时精神排练做二头肌卷曲运动，在心理图像中加入情感成分，他们可以在短短2周内增加 13.5% 的肌肉力量，而实际上从未进行过这项活动。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心理排练改变了大脑，让它看起来好像经历已经发生了。大脑创造新的神经通路，重新连接自己，使想象的经历看起来尽可能真实。当大脑改变时，身体也会跟着改变。在做二头肌卷曲的男性的例子中，身体看起来就像已经锻炼了2周，尽管实际上他还没有举起过一个重物。这就是心理排练和可视化的力量。通过想象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准备好，就像未来已经发生一样。当我们超越我们认为可能的极限时，我们就踏入了未知领域，为自己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听起来很神奇，对吧？但是，这种方法的挑战在于，大多数人并不意识到他们的行为、信念和态度在多大程度上根深蒂固地植入了他们的潜意识中。研究表明，到35岁时，我们 95% 的人格是一套记忆中的行为、情绪反应、信念、观念、态度和习惯，它们就像一个潜意识的计算机程序一样运作。这意味着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无意识的行动，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想象一下，你的大脑就像一台运行着旧程序的电脑。要改变，我们必须跨过一条河，从旧的自我到新的自我。身体已经成为了心灵，它紧紧抓住熟悉的模式和习惯。当我们踏入改变之河时，身体会向大脑发送信号，表示对不熟悉的事物感到不适和抵抗。这可能会让改变感觉困难和不舒服，但这也是一个为自己创造新可能性的机会。关键是要意识到我们的习惯和行为，并有意识地选择创造与我们的目标和价值观一致的新模式和习惯。这需要有意识的努力和走出舒适区的意愿，但回报可能是巨大的。想象一下，你正站在一条河的岸边，河的这边是你熟悉的旧自我，充满了舒适但可能限制你的习惯和信念。河的对岸是新的自我，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潜力。跨越这条河可能看起来很困难，甚至有点可怕。但是，朋友们，这正是奇迹发生的地方。当你迈出第一步，感受到冰凉的水流时，你可能会感到不适。你的身体和大脑可能会尖叫着要你回到熟悉的岸边。但是，如果你坚持下去，继续向前，你会发现每一步都变得更容易。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挑战，也许是一块滑溜的石头让你失去平衡，也许是一股强劲的水流
试图把你推回去。但是每一个挑战都是一个机会，让你变得更强大、更坚定。当你终于到达对岸时，你会发现自己焕然一新，你的视野更宽广了，你的能力更强了，你的潜力似乎无限。你会回头看那条河，意识到跨越它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可怕。事实上，这个旅程本身就是一次宝贵的经历，塑造了新的你。但是，朋友们，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现在你知道了如何跨越这条河，你可以随时回去帮助其他人。你可以成为那个向他们展示可能性的人，鼓励他们迈出第一步的人。这就是真正的力量所在。不仅仅是改变自己，而是通过你的例子激发他人。当你活出你的最佳版本时，你就像是黑暗中的一盏灯，照亮了他人的道路。所以，我的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跨越那条河，拥抱新的自己了吗？记住，每一个伟大的旅程都始于一小步。也许今天就是你迈出那一步的日子。也许你会问，但是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这个旅程中没有真正的失败。每一次尝试，每一次跌倒，都是学习的机会。它们都是塑造新的你的经历。想象一下，如果你每天都能向那个理想的自己靠近一点点，1年后你会变成什么样子？5年后呢？10年后呢？可能性是无限的。但是要记住，这不仅仅是关于达到目标，它更多的是关于你在旅程中成为的那个人。因为在最后，重要的不是你到达了哪里，而是你变成了谁。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踏上这个奇妙的旅程吧。让我们一起探索我们内心的无限潜力。让我们一起创造奇迹，不仅仅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周围的世界。因为谁知道呢？也许你的转变会成为别人改变的催化剂，也许你的故事会成为别人的灵感，也许你的勇气会点燃他人内心的火焰。记住，每一个伟大的故事都始于一个决定，一个决定要改变，要成长，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今天就是你做出那个决定的日子。所以，深呼吸，闭上眼睛，想象那个你渴望成为的人，感受那种兴奋，那种可能性，然后睁开眼睛，迈出第一步。你准备好了吗？因为我可以告诉你，宇宙已经准备好了，它正在等着你释放你内心的巨大潜力，它正在等着你创造奇迹。去吧，我的朋友，去创造你的奇迹，去实现你的梦想，去成为那个你一直渴望成为的人。因为我相信，当你这样做时，你不仅会改变你自己的生活，你还会改变整个世界。记住，每一个伟大的旅程都始于此刻，而此刻就是你的时刻。抓住它，拥抱它，让它成为你生命中最美好的礼物。因为在你的内心深处，有一个英雄正在等待觉醒，有一个梦想家正在等待飞翔，有一个创造者正在等待创造，而那个人就是真正的你。所以，让我们一起开始这个惊人的旅程吧。让我们一起创造奇迹，让我们一起改变世界，一次一个思想，一次一个行动，一次一个人。你准备好了吗？因为我已经迫不及待要看到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看到你会创造出什么样的奇迹了。去吧，我的朋友，你的时刻就是现在，世界正在等待着你的光芒。去闪耀吧，因为这就是你来到这个世界的原因。去创造奇迹吧，因为这就是你的天赋。记住，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每一刻都是一个新的机会。抓住它们，拥抱它们，让它们成为你生命中最美好的礼物。因为在最后，我们的生命不是由我们的年龄来衡量的，而是由我们活出的每一刻来衡量的。所以，让我们一起活出每一刻，让我们一起创造奇迹，让我们一起改变世界。因为我们可以，因为我们必须，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如果你认为这个信息值得分享，请将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你永远不知道这可能会如何积极地影响某人的生活。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内容，别忘了点赞，这有助于更多人发现这个视频。记住，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你的支持不仅帮助我们继续创作，更重要的是，它帮助我们将这些可能改变生活的概念传播给更多需要的人。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